在天气越来越冷了，很多朋友开始买羊毛、羊绒的衣服。今天呢，就是一期面料的干货内容，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羊毛、羊绒它的具体差异，以及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方面，就避免大家踩坑吧。首先从原材料上来讲，羊毛、羊绒呢，它是来自于不同品种的羊。羊毛它来自于绵羊，就大家知道的美利诺羊毛就是澳洲的，算是全球品质比较好的羊毛了。但是有时候大家可能会看到一种叫绵羊绒的说法，这个是不准确的，绵羊根本就不产绒，只能说它的毛比较细，能达到绒的这个触感。羊绒实际上是来自于山羊，而且全球品质最高的羊绒就是来自于我们国内。所以当你听说什么进口的山羊绒，你就不要被蒙了。即使是国际大牌罗皮安娜，他们收绒也是收的中国的绒。那羊毛呢，它是剃出来的，就剃一只羊可以出5公斤左右的羊毛，大概可以做个10来件的这样的羊毛衫。这羊绒呢，它是山羊身上梳下来的毛，就如果你家有猫狗啊，然后给宠物梳过毛，你就知道这个工序是非常复杂的。另一方面呢，就是它产量很低，一只山羊绒能出75克的绒。那你要想做这样的一件羊毛衫的话，可能需要5只的山羊，所以它从成本上来讲就要比羊毛贵出很多了。它也被称为软黄金。当然，我觉得产量低只是它的一小方面，主要是它的触感还有它的保暖度要比羊毛的要好出很多。如果你穿过羊毛、羊绒的产品，你肯定是能知道的。羊绒它是一个中空结构，就是它的纤维里边中间的芯儿是空的。羊毛呢，它中间是实心的。大家都知道，空气呢是热的不良导体，就如果说有空气层的话，它的保暖度肯定更高，就跟我们穿羽绒服是一样的。其实，暖的并不是羽绒的这个毛，而是羽毛它蓬松出来的空气能让你有一个保暖度。所以你穿同样重量的羊毛和羊绒，羊绒的保暖度要是羊毛的2倍以上。第二方面呢，就是羊绒它相对羊毛整体的纤维细度要更细一些，它不容易扎身，而且它的鳞片它是闭合状态的。羊毛呢，它就有点像干枯发质，它是有点炸毛的，所以从触感上来对比的话，羊绒实际上摸起来是那种软的、柔的、很轻盈的，而且它有蓬松感。羊毛摸起来呢，你看相比之下，它就感觉实诚了很多，它不是那种蓬蓬的感觉。如果要做成大衣的话，这个材质差异就会更加明显了。羊绒的穿起来明显是轻而且保暖，但羊毛的呢穿起来，你要想保暖，它就会厚而重；你要想就是轻薄一些的话，它可能穿着就没有那么暖了。衣服很大嘛，它光泽度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羊绒呢，你会看到它是有那种柔光在的，非常非常的显质感。那羊毛的就会逊色很多。我的建议是，如果大家经济条件允许的话，宁可买一件羊绒大衣，不买5件羊毛大衣，就真的质感是不一样的。最后呢，我们再来说一下这品质该如何去看好坏。因为现在市面上大家会发现价格很乱，有很多商家呢打着100%纯绒的这个旗号，其实是做了一些混纺的，仿了羊毛，甚至即使是100%全羊绒的，它也是有分品质好的和品质不好的。你看2个面料，同样这个是羊绒，如果你能够上手摸的话，就很清楚，这个会更软糯一些，而这个会更板，然后它的手感的颗粒感会更强一些。提到2个方面的一个因素，一个是原材料，羊绒的原料它的细度没有这个的那么细，这个原料我们一般可以用到15.5左右，而这个至少是16.5到16.8，甚至16.8以上，那这2个细度就是完全不同的2个等级的东西了。再一个影响我实际面料的一个差异的一个变化是什么？就讲一个叫原材料的离散。通俗简单的说，就是它每一根羊绒纤维的细度和长度比较平均。比较均匀，这种面料就是我们讲它的离散会比较大。离散比较大的概念就是说它的细度的参差不齐的程度更高，包括长度也是一样的，就是有粗有细，有长有短。做出来的面料它就容易产生这种有一种颗粒感的这种感觉。它也是软的，它跟羊毛比起来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一个区别。那这个就很明显粗糙很多。是的，对，这个就很细腻，好柔，又柔又亮。对。那关于羊毛羊绒的面料分享就是这些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因为明天我要给大家去选这个羊绒衫还有羊绒大衣，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先懂这个东西，再去看它好不好，这样你们也能买得明白。那如果有需要羊毛羊绒衣服的朋友呢，可以看明后天的视频。今天就这样。